红外镜头里，一个飞行物正在南极海面上空缓慢移动，画面显示它不断释放热量，但奇怪的是，雷达上却完全没有任何目标。这段影像随后被调查了整整2年，参与分析的专家最终把它归类为一种未确认空中现象。而拍下这段画面的是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智利海军直升机，这并不是第一次类似的记录，也很可能不会是最后一次。于是有人开始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地球上最偏远、最荒凉的地方之一，却屡次出现难以解释的空中现象？南极拥有各国科研站、严格限制的飞行区域，还有埋藏在厚厚冰层之下的未知生态环境。如果某些异常现象真的存在，那么像南极这样人迹罕至的地方，自然也更容易引发各种猜测。而关于南极的神秘故事，并不是最近才出现。早在20世纪初期，探险家理查德·伯德就曾多次率领探险队进入这片冰封大陆。从1928年到1955年，他参与或领导了多次重要的南极考察。后来一些流传的说法称，伯德曾提到在冰层下方看到过奇怪的白色物体缓慢移动。不过这些说法始终没有得到明确证实。即便如此，这些故事仍然让不少人开始怀疑，也许南极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简单。1959年之后，南极的情况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当时多个国家共同签署了南极条约，官方目的是确保南极只用于科学研究和和平用途。不过也有人觉得有些耐人寻味，在冷战时期彼此竞争的国家却在南极问题上迅速达成一致，对整个大陆实施严格限制。直到今天，南极仍然是地球上管理最严格的地区之一，大片区域被限制进入。一些飞行员也曾提到，在某些区域附近飞行时，导航设备会出现异常。不过这些情况通常被解释为极地磁场和环境条件造成的影响。但也正因为这些现象的存在，南极一直被视为充满未知的地方。正因为如此，一些人开始提出各种猜测。有人认为这些限制或许只是出于安全与科研保护的需要，也有人猜想冰层深处也许存在尚未被完全了解的地质结构。每当卫星图像中出现一些形状特别的山体，比如2016年被广泛讨论的金字塔形山峰，官方解释通常认为那只是自然形成的山体结构。不过类似的画面仍然会引发很多讨论，有人联想到远古文明遗迹，也有人认为只是视觉错觉。正是这些不同的观点，让南极长期被视为地球上最神秘的地区之一。有些理论甚至认为，在厚厚的冰层之下，可能存在巨大的地下空间。不过这些想法目前仍然只是猜测，并没有确凿证据。其中一种流传较广的说法与2战时期的一些历史传闻有关。有人提到，当时曾流传着某个秘密基地的说法。根据公开记录，那些探险行动主要是为了研究极地环境和资源。不过，也有人猜测，当年的考察人员可能在南极发现过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只是这些说法始终缺乏确凿证据。正因为如此，围绕南极也逐渐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理论。有人提出一个假设，如果人类都能够在地球上最极端的环境中建造隐秘基地，那么在更早的时代，如果真的存在过其他高度发展的文明，他们或许也可能留下某些遗迹。在这些猜测中，有一种说法最具争议。有人认为，在南极厚厚的冰层之下，可能存在巨大的地下空间，甚至可能隐藏着某种未知结构。不过，目前这些说法都还停留在推测阶段，并没有得到科学界的确认。一些所谓的证据主要来自卫星图像的分析。例如，有一位研究爱好者在查看南极的卫星地图时，认为自己在南极海岸附近发现了一处奇怪的几何结构。从图像上看，那些锐利的角度和笔直的边缘似乎不像普通的冰层或岩石地形，于是他猜测那里可能是一处被海水淹没又被冰层覆盖的大型结构。按照他的观点，如果这种结构真的存在，那么它很可能是在很久以前建造的。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这种图像很可能只是自然地形在特定光线条件下产生的视觉效果。还有另一位长期研究不明飞行现象的爱好者也曾发布过自己的发现。他表示自己花了几年时间分析南极地区的卫星图像，并认为在一些极其偏远的区域发现了类似基地的结构。通过逐帧观察卫星照片，他认为自己看到了一些类似飞行器轮廓的形状，甚至还有一些看起来像是在冰层上移动的影子。随后，他把这些画面剪辑成一段视频，展示那些被他认为异常的形状和阴影。不过，对于这些发现，外界也存在不同看法。支持者认为，
这些结构出现在普通人无法进入的区域，因此显得更加神秘。而怀疑者则认为，这些图像很可能只是自然地形、光影变化或数据误读造成的结果。无论哪种解释更接近事实，南极依然是地球上最神秘、最难完全了解的地方之一。一些研究人员表示，这些所谓的结构很可能只是岩石、冰层纹理或者卫星图像中的像素误差造成的视觉效果。当人们在画面中寻找异常时，大脑往往会自动把随机图案识别成熟悉的形状。科学上把这种现象称为空想性错视，也就是人在随机环境中看到并不存在的模式。不过，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如果只是视觉错觉，很难解释为什么这些类似结构的形状会反复出现在一些限制区域附近，而且某些图像看起来确实很像人工建筑的轮廓。接下来还有一个更加奇怪的发现，有人在南极山区通过卫星地图看到两个类似洞口的结构，从图像上看，它们像是冰壁上出现的黑色入口，看起来就像被切开的洞口。当然，科学家通常认为这类现象只是冰层和岩石在长期风化作用下形成的自然洞穴。不过，在一些研究爱好者看来，这些洞口可能通向更深处的地下空间。更引人注意的是，在其中一个洞口旁边，有人发现了一个看起来像圆盘形状的物体停在雪地上。从卫星图像的角度看，这个形状非常规则，因此有人猜测那可能是某种飞行器留下的痕迹。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这种形状很可能只是岩石或者冰块在特定角度下形成的视觉效果。南极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奇特现象，位于麦克默多干谷附近的血瀑布，它从泰勒冰川中流出，颜色呈现出鲜红色，看起来非常惊人。科学家的解释是，这种红色来自冰层深处富含铁元素的盐水，当它接触空气后发生氧化反应，于是形成类似血色的颜色。不过，这个地方依然让很多研究者感到好奇，因为这些液体在冰层下被封存了数百万年，几乎没有阳光、氧气，也没有与外界环境接触。尽管如此，那里依然存在微生物活动，这说明极端环境下仍然可能存在生命。当然，也有人提出另一种更大胆的猜测，他们认为这种红色液体也许只是地下某种系统释放出来的副产物。不过这种说法目前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与此同时，科学家确实在南极发现了一些异常的热区，这些区域的冰层融化速度明显快于周围地区。按理说，南极应该是一片极度寒冷的大陆，很少会出现来自地下的热源。科学界普遍认为，这些现象可能与地热活动有关，地球内部的热量通过地壳释放出来，从而加速了局部冰层的融化。不过，也有研究者指出，一些热区的形状和分布看起来非常规则，因此仍然值得进一步研究。正因为这些未知现象，南极一直吸引着各种猜测。如果你觉得前面的内容已经够神秘了，那么接下来的一些故事可能会更加令人意外。几十年来，一些曾经在南极工作的人陆续讲述过自己的经历，这些说法听起来有时非常不可思议，但其中却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声称看到了某些难以解释的东西。其中一个流传最广的故事来自一位化名为布莱恩的人，他自称曾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担任美国海军飞行工程师，并在南极执行过任务。他的故事在2000年代中期开始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布莱恩说，有一次他们的飞机在飞行途中被重新指引航线，进入了靠近南极点的限制区域。当飞机飞越那片区域时，他们看到冰层中出现了一座发光的银色结构。他形容那座结构非常巨大，甚至大到足以让一架军用运输机进入。布莱恩还表示，当他们返回基地后，相关人员提醒他们不要讨论这次飞行中看到的事情。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他还提到附近科研站的一些科学家曾经短暂失踪过几天，而当他们再次出现时，看起来非常紧张，却始终没有解释发生了什么。当然，这些说法始终没有得到证实。不过在许多相信这些理论的人看来，这些故事或许是少数来自南极内部的线索之一。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类似的爆料和传闻开始出现，每一个故事似乎都为南极的谜团增加了一点新的拼图。还有一些说法来自一位自称曾在南极点科研站工作的承包商，他声称这个基地似乎运行着某种先进的能源系统，甚至可能能够与卫星系统产生互动，理论上也可能与航天设备建立联系。在一些采访中，他描述过自己看到的地下设施、严格保密的研究项目
以及他认为正在测试的一些定向能量技术。按照他的说法，这些技术的发展程度可能比公众所了解的水平要领先几十年。在他的描述里，南极点基地的真正用途并不仅仅是普通的科学研究。他猜测那里的部分实验可能与某种未知能源有关。这些说法听起来确实有些难以置信，但令人意外的是，围绕南极的各种传闻却不断被一些公众人物的行动再次放大。其中一个经常被提到的名字就是宇航员巴兹·奥尔德林，第2位登上月球的人。2016年，奥尔德林曾前往南极进行访问，官方说明这只是一次文化与科学交流性质的行程，但几天之后，他却因为突发的健康问题被紧急送离南极。随后，一条出现在他社交账号上的信息迅速引起了外界关注。那条信息写着：我们所有人都处在危险之中，这是一种真正的邪恶。不过，这条信息很快被删除。他的团队随后表示，这并不是奥尔德林本人发布的内容。尽管如此，当时的截图已经在网络上迅速传播。于是，一个问题开始被很多人反复讨论：在那片冰封大陆上，他究竟看到了什么，才会留下这样耐人寻味的印象？与此同时，在距离南极大陆数千公里之外，还有一座更加孤立的小岛，那就是布韦岛。这座火山岛属于挪威，经常被称为地球上最偏远的地方之一。它甚至比很多著名的军事禁区还要难以接近。岛屿四周海浪汹涌，气候恶劣，几乎全年被冰雪覆盖。想要登陆那里，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1964年，一艘英国皇家海军的调查船赫克托号曾前往这座岛屿附近进行海岸勘测。当考察队登陆后，他们发现了一样非常奇怪的东西。在岛上的一处泻湖里停着一艘小型救生艇，这艘船半沉在冰冷的海水中，旁边散落着船桨、一个木桶以及一些简单的补给物资。但奇怪的是，周围没有任何人的痕迹，没有脚印，没有遗骸，也没有任何关于这艘船来源的记录。2年之后，当另一支考察队再次回到这里时，那艘船已经消失了。布韦岛的这个谜团至今仍然困扰着许多研究者，因为这座岛屿极度孤立，几乎没有任何船只会无意中飘到这里。有人认为这艘船可能来自上世纪50年代的一支捕鲸船队，但也有人提出另一种猜测，他们认为这艘船或许来自一次从未被记录的探险行动。更引人遐想的是，布韦岛正好位于南极和南非之间，因此有人认为这里或许曾是一些需要高度保密行动的理想中转点。当然，这些都只是猜测，而南极的谜团其实远不止那些传闻中的基地或所谓的爆料者。有些最令人不安的故事反而来自人类最早探索这片大陆的年代，那时候还没有卫星监测，也没有现代通讯系统。其中一个被反复提起的现象被称为第三人现象。在极端环境下，一些探险者曾报告说，他们在最艰难的时候会感觉到身边似乎多出了一位看不见的同伴，仿佛有某个存在在陪伴他们前行，甚至在关键时刻指引他们找到生存的方向。最著名的一次记录发生在1916年，当时传奇探险家欧内斯特·沙克尔顿正与2名同伴翻越南乔治亚岛的山脉。他们当时饥饿、寒冷、精疲力尽，但后来3个人都表示，在那段艰难的路程中，他们始终感觉队伍里似乎还有第4个人在一起行走。沙克尔顿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非常确定，当时我们是4个人，而不是3个人。这个离奇的经历后来甚至启发了诗人 T.S. 艾略特在《荒原》这首诗中写下类似的意象。那么问题来了，那只是极端压力下产生的幻觉吗？还是在南极这片极端环境中，人类真的会产生某种难以解释的体验？不过，也并不是所有关于南极存在感的故事都显得那么温和。在20世纪的很多探险行动中，探险者常常会住进一些早期探险队留下的小木屋，这些木屋仿佛被时间冻结了一样，书本摊开在桌子上，工具整齐地摆放着，看起来就像原来的队员只是暂时离开，很快就会回来。但有些人住在里面时却报告过一些奇怪的经历。有人说他们听到窗外传来敲击声，也有人说在雪地里听到脚步声在木屋外徘徊。在开普洛伊德的一次科研行动中，一些队员甚至在夜里听见有人在呼喊他们的名字。更奇怪的是，连一些非常严肃的探险者也留下过类似的描述。例如，著名登山家埃德蒙·希拉里，
第一位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的人。有一次，他打开一间探险小屋的门时，后来曾半开玩笑地说，自己似乎看见沙克尔顿正站在屋子里迎接他。这些经历到底只是孤立环境下产生的心理反应，还是南极真的会让人产生某种特殊的感知体验？这个问题至今没有答案。而当人们把目光从地面转向天空时，事情似乎变得更加神秘。从20世纪60年代到今天，南极上空曾多次出现不明光点的报告，其中一些甚至被官方记录在案。其中一次比较著名的事件发生在1965年，当时阿根廷海军在南极的多个基地，包括欺骗岛、奥卡达斯站和埃斯佩兰萨站，几乎在同一时间报告看到了类似飞碟的发光物体。这些白色光点以极快的速度划过天际，它们沿着弧形轨迹从东方飞向西方。目击者表示，这些物体发出强烈的光芒，甚至一度干扰了部分仪器的磁场读数。最引人注意的是，这些报告来自彼此相距数百公里的不同基地，而在当时，他们之间并没有实时通讯。阿根廷海军随后展开了一次正式调查，当时正值冷战时期，因此最初的猜测是，这可能是苏联或美国的某种秘密飞行器。然而，当雷达记录被检查后，却没有发现任何对应的目标。于是，这起事件逐渐从军事问题变成了一个科学上的谜团。后来，有研究者提出，那些光点可能只是流星、卫星、反射光，甚至是明亮恒星造成的视觉误判。但一些当年亲眼目击的人依然坚持认为，他们看到的绝不是普通的天文现象。而几年之后，又出现了另一件更奇怪的事情。1976年，英国南极调查局在格雷厄姆地和威德尔海一带进行雷达探测时，在冰层深处发现了一些异常信号。官方报告将这些读数解释为地质结构变化，可能与岩石密度差异或者古老大陆板块分裂留下的磁场有关。不过，当时也有人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细节，这些异常信号的分布似乎呈现出某种对称结构，看起来不像是普通自然地质形成的模式。后来，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只是冰晶结构造成的雷达干扰，但在 UFO 研究圈里，这些信号却有了另一个名字，他们把它称为南极雷达异常现象。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们报告的异常现象似乎从地面延伸到了太空。1994年 NASA 奋进号航天飞机在执行 STS-68 任务时，宇航员在南极上空拍摄到了一些不寻常的发光光点。录像画面显示，在地球弧形的黑暗边缘上方有多个光点缓慢漂移，有些观众注意到其中部分光点似乎在改变方向，或者呈现出类似热量脉动的变化。 NASA 方面的解释是，这些现象很可能只是太空中的冰晶或碎片反射阳光形成的效果。在轨道飞行任务中，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少见。不过，也有一些观察者提出不同看法，他们认为从视频中看，这些光点似乎以某种协调的方式移动，看起来不像普通的漂浮碎片。在一些相信相关理论的人看来，这或许意味着南极上空发生的某些现象可能不仅仅局限于地表。不过，近年来最引人关注的一起事件出现在2018年，当时智利海军公开了一段早在2014年就拍摄到的视频。这段影像来自一架正在德雷克海峡上空飞行的直升机机组，画面是用高规格红外设备拍摄的。视频中可以看到一个细长的黑色物体在空中移动，并释放出类似热气或气体的痕迹。这个物体没有发出任何信号，雷达也没有探测到它的存在，而且它的飞行轨迹似乎并不受风向影响。机组人员曾尝试与它建立联系，但没有得到回应。随后，这段影像被智利政府下属的 CEFAA 机构进行了长达2年的分析。参与调查的专家来自空军、海军以及多个科研机构，最终给出的结论是，这是一种未确认空中现象。这个术语通常只在所有常规解释都被排除后才会使用。这起事件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是因为很少有国家军方公开承认在其领空附近存在无法解释的飞行物，而这次事件发生的位置正好靠近南极海域。视频公布之后，全球再次把目光投向南极。为什么在这片地球上最偏远、限制最多的地区之一，会频繁出现类似的不明空中现象？而故事接下来也变得更加耐人寻味。多年来，一些卫星图像似乎不断为南极增添新的谜团。许多普通用户在用卫星地图浏览时，
偶然发现了一些看起来不像自然地形的形状或物体。这些发现最早在2015年引起广泛关注。当时，一位俄罗斯研究爱好者瓦伦丁·德特雷萨表示，他可能在南极冰层下发现了一件巨大的不明物体残骸。通过 Google Earth 的坐标，他指出了一处看起来像是圆盘边缘的结构。从图像上看，这个物体似乎部分暴露在冰层中，直径大约200英尺约61米，高度大约40英尺约12米。在他的描述中，这个结构看起来就像一台坠落在冰原中的飞行器，形状非常接近经典的飞碟。卫星图像拍摄于2012年2月15日，画面中可以看到一个椭圆形阴影延伸在雪地上，看起来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滑行后停了下来。随后，一些网络研究者开始在同一地区继续寻找更多线索。这个地方靠近一个极其偏远的区域，被称为威洛菲尔德路附近地区，而他们随后发现的图像让这个谜团变得更加复杂。2015年底，一组新的卫星地图图像开始在网上传播，画面中似乎出现了4辆类似履带车辆的装置，整齐排列在疑似坠落地点附近。它们的排列方式看起来非常有规律，不像随机分布的自然物体。雪地中的履带痕迹似乎直接通向那个疑似物体的位置，给人一种正在形成某种封锁区域的感觉。一些观察者因此提出猜测，认为那里或许曾进行过某种回收或调查行动。不过，从图像比例估算，这些车辆看起来大约70英尺约21米长，远远大于常见的坦克或工程车辆。但由于卫星图像分辨率有限，这些形状究竟是什么，仍然存在很大的解释空间。到了2017年，又一个所谓的坠落地点再次吸引了公众的注意，而提出这个发现的人依然是瓦伦丁·德特雷萨。这一次，他指出了一条长约1900英尺约580米的巨大轮廓。从图像上看，这个形状似乎部分从融化的积雪中显露出来。在他的解读中，这不只是一个碎片，而可能是一艘完整巨大飞行器的主体。他认为，如果这种结构真的存在，它很可能已经被冰层埋藏了很长时间。相关坐标指向一片非常偏远的山区，在那里，冰层似乎呈现出一种光滑的椭圆形裂痕。一些研究图像的人表示，这个轮廓看起来过于规则，不像普通自然形成的地形。从某些角度看，它甚至像是某种金属外壳埋在冰层之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类似的异常图像仍然不断被人发现。其中一个讨论最多的是2024年初在图马宁岛附近分享的一张卫星照片。根据坐标，这个物体看起来像一个发光的圆形结构，它似乎停在一条山脊的底部。这个物体的反光表面以及几乎完美的圆形轮廓，让它在周围白色雪地中显得格外醒目。一些用户认为这可能只是冰层或岩石形成的特殊结构，但也有人提出另一种想法，认为它看起来像一艘体型较小的探测飞行器，甚至有人猜测它可能是被刻意留在那里的某种装置。于是各种更大胆的推测也开始出现。有人认为这样的飞行器可能处于某种休眠状态，等待更大的飞船回来回收。当然，目前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些说法，但这些卫星图像本身依然让很多人感到好奇。除此之外，还有一张来自南乔治亚岛附近的图像也曾引发大量讨论。在那张图里，有人注意到冰层上出现了一条长长的沟痕，在沟痕的尽头似乎有一个明亮而规则的物体，它的形状与周围冰川的自然纹理明显不同。那个物体似乎撞上了山体，然后沿着冰面滑行了数百米才停下来。周围的冰层纹理看起来也有些异常，仿佛曾受到巨大冲击的挤压。不过，如果你仍然觉得这些现象可能只是巧合，那么接下来这两个真实发现或许会让事情变得更加耐人寻味。先从一块石头说起，一块并不来自地球的石头。1984年12月，一支科学考察队在南极艾伦丘陵地区进行研究时，发现了一块不起眼的绿色岩石。这块岩石后来被命名为艾伦丘陵84001号陨石。真正让它变得特别的是它的来源。科学家通过分析发现，这块陨石来自火星。研究表明，它大约在1700万年前因一次小行星撞击从火星表面被抛射到太空，随后在大约 1.3 万年前落到地球，并最终被冰层保存至今。然而，这块陨石真正引发轰动是在1996年。当时 NASA 研究人员在电子显微镜下对陨石内部结构进行了观察，他们发现
在岩石内部似乎存在一些非常微小的结构，这些结构看起来像是细小的蠕虫状痕迹。部分科学家提出一种大胆的假设，这些结构可能是远古火星微生物留下的化石痕迹。这一消息当时震动了整个科学界，甚至连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都发表了电视讲话，称这可能是人类寻找地外生命的重要一步。那一刻，人类似乎站在一个全新的边缘。也许我们并不是宇宙中唯一的生命，不过后来更多研究者提出不同看法，他们认为这些结构也可能是自然化学过程形成的，并不一定与生命有关。但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被解决。一些研究人员依然认为，这块陨石中可能确实保存着生命活动的痕迹，因此在一些研究者和爱好者看来，这或许意味着来自火星的生命痕迹早就已经抵达地球。如果这个故事已经足够惊人，那么接下来这件事可能更加离奇。2016年，互联网上突然出现了一则引起巨大关注的消息。有报道称，一支考古团队在南极冰层下发现了3具细长头骨，据说这些遗骸是在一个名为拉派遗址的地方发现的。报道中称，这些头骨拥有异常拉长的颅骨结构，看起来与普通人类头骨完全不同。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南极首次发现的人类遗骸，也有人猜测这些头骨可能根本不是人类。根据当时流传的说法，考察队负责人达米安·沃特斯曾表示，这些头骨与以往发现的任何东西都不同。甚至有人引用他的说法称，如果这些遗骸被证实，这将彻底改变我们对人类历史的认识。很快，一些研究爱好者把这些头骨与世界各地的长头骨遗迹联系起来，例如秘鲁和埃及等地发现的拉长头骨。这些发现长期以来一直引发各种猜测，包括一些关于古代访客的理论。不过，也有许多学者对这一南极头骨故事提出质疑。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官方博物馆或科研机构确认这些头骨的存在。尽管如此，这个故事仍然在网络上不断流传。在一些人看来，如果南极真的存在隐藏的遗迹、坠落物或秘密基地，那么发现异常遗骸似乎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当然，这些说法目前仍然停留在传闻阶段，但正因为南极拥有太多未知，各种谜团也不断吸引着人们的想象。那么问题来了，在那片厚达数公里的冰层之下，究竟隐藏着什么？